如果有人告诉你人类并非来自地球，而是外星人，你是不是不太能接受？如果再和你说人类被其他生物困禁在地球，听起来是不是天方夜谭？先别急着下结论，能有这一系列的问题，一切都要从著名的生态学权威专家爱丽丝提出的大胆猜想说起。爱丽丝说，人类一直视为自己是地球上最先进、进化最完整的生物，但是有一件事根本无法解释，那就是人类无法适应地球的自然环境。第一，人类的皮肤非常敏感，绝大多数生物无论在阳光下待多久都没有问题，甚至能根据环境的变化继续进化成更适合地球环境的形态。但我们人类的皮肤在阳光下暴晒，很容易过敏，甚至被太阳晒伤，只能依靠外物如衣服、防晒霜等来保护自己。这也恰恰说明我们的身体对太阳光非常抵触。有的人说，皮肤之所以会被晒伤，是因为我们的体毛不足以保护皮肤。那么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按照进化论来说，适者生存，在自然环境下，人类的体毛也可以减少荆棘、树枝等对身体的伤害。可是事实是，人类将保护自己的东西给进化没了，这完全和进化论相违背。第二个很重要的证据，经研究证明，人类的生物钟是25小时为一个周期。根据地球自转的周期，我们却过着一天24小时的生活。如果人类是地球自然进化的生物，按理来说应该是24小时的周期才对，为何会相差1个小时？而第三个重要证据，那就是腰痛。对比其他物种来说，腰痛这个词似乎只适用于人类，特别是许多上了年纪的人，他们都会经常性的腰痛。人为什么会腰痛呢？这与重力有很大的关系。地球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重力，这让很多大型动物都没有办法直立行走，只有人类是例外。同时，重力的影响还会引起颈椎、脊柱及内脏的各种疾病，这些疾病很少或从不发生在其他动物身上。我们不妨想一想，经过数千万年的进化，其他生物依旧还是不能直立行走，究竟是没有进化到这种程度，还是为了顺应地球的环境？有些人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他们认为人类直立行走的原因，就是为了解放双手，让双手参与劳动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化石是39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，化石表明了在那个时候，人类就已经是直立行走的形态了。但在往前的化石却没有发现任何直立行走的猿类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祖先是凭空出现，没有任何进化的过程，并且突然站了起来。进化的本质是适应环境。如果人类真的是在地球上完成了完整的演化过程，为什么还会逆环境而行呢？第五，人类生育相比于其他生物，怀孕的周期更长，分娩的过程更痛苦，尤其是在医疗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，分娩死亡率非常高，需要专业人士接生。而其他动物生下孩子之后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自由行动，且人类婴儿战斗力低，相比于各种猛兽毫无自保能力。对比其他动物厚重的皮毛和脂肪，也几乎没有防御能力。作为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，这种生育机制完全不符合自然法则。第六，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十分巨大。别的动物能在环境变化的同时调整自身状态，而对于人类而言，温度稍有变化就会出现感冒、发烧等症状。而且在饮食上，人如果吃了没经过加工的食物，就很容易生病，但是动物就不会。所以人类肠道的消化能力和动物比起来十分脆弱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，就是人类非常容易患上各种慢性疾病，例如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、糖尿病等等。放眼整个自然界，这种情况少之又少。总体来说，人类与地球显得格格不入。这是不是可以说，因为人类没有完全适应地球的环境，所以才会有这些问题的存在？